今天这个场景有点不一样啊，我这也不是在演播室里一本正经人模狗样了。没错，我现在呢正在夏威夷的大岛休假，但休假不能断更，所以今天呢刚好借这个机会来聊一个营养素维生素 D3。那因为是更像假期的闲聊，所以今天我不会用太长的时间讲维生素 D3的健康益处。这么说吧，维生素 D3呢几乎是欧洲、北美等主要国家都会推荐长期服用的营养素。所以可想而知它的重要性。那维生素 D 呢，也被人们称为阳光维生素。其实它在我们身体里能起到的作用，和大自然里太阳的地位是差不多的。可以强化骨骼啊，增强免疫系统啊，调节情绪啊，维持肌肉功能，也能帮助预防多种的慢性疾病。不过我们今天重点要说两个问题，一个呢是维生素 D 的剂量应该如何掌握，还有一个是它需要和 K2 一起补充吗？咱们先来说说维生素 D 的剂量应该如何选择。那下面这个截图呢来自 BC 省的卫生局，里面列出了不同年龄的推荐剂量。但有意思的是，日常生活里其实好多的时候都不会按照这个来的。这个疑问其实蛮典型啊，就是好多朋友问我们什么东西应该怎么吃的时候，我们的回答经常和标签上说的不一样，这也会让有些朋友挺迷惑的。因为今天刚好是闲聊，所以我们就顺道把这个问题也解释一下。大家都知道啊，保健品不是药，它的名字呢是膳食补充剂，意思就是某种必要的营养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方式来获得，那就需要用到这些膳食补充剂。就以我自己为例吧，我在前面一期视频里也提到过，我做过基因检测，我的基因呢不容易吸收维生素 D， 所以体内缺维生素 D 的可能性会更高。也正因为有这个前提，所以我补充维生素 D 的剂量要远远超过卫生局的推荐剂量。比如冬天的时候，我每天会补充到5000 IU， 是卫生局推荐剂量的6倍还多。那夏天的时候，我也会每天至少补充1000 IU。那具体到大家，我会建议有条件的去医院做一个维生素 D 水平的检测，具体呢叫25羟基维生素 D 的检测。另外，北美的超市和药房也可以买到一些快速的测试工具。那有了检测结果之后，再根据自己的情况来确定补充的剂量。那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下面几个因素会影响需要补充的剂量。第一个呢是日照时间。那夏天阳光充足的时候，在胳膊和大腿露出来的情况下，每天晒15到30分钟，身体就能合成几千 IU 的维生素 D， 基本够用。当然前提是不抹防晒霜啊，因为只有太阳里的中波紫外线才能让身体里的一种蛋白质转化成维生素 D， 而防晒霜和玻璃窗户都会阻挡掉这些紫外线。那至于冬天呢，尤其是像加拿大北部、中国东北部这些高纬度的地区，太阳角度低，中波紫外线其实到不了地面的，所以冬天太阳晒了也基本等于白晒。那加拿大、英国、北欧国家也都会因为这个原因，建议大家冬天的时候长期补充维生素 D。第二个是皮肤颜色。那美国的研究曾发现，深色皮肤的人合成维生素 D 的效率比较低，因为黑色素呢会挡住一部分 UVB， 所以皮肤黑的人需要更多的补充。第三个是肥胖的人群需要补充更多的维生素 D， 这是因为维生素 D 是脂溶性的，所以会被储存在脂肪组织当中，导致血液循环当中可用的数量减少。第四个呢是老年人需要的维生素 D 更多，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皮肤里用来合成 D3的原料会大幅度的减少，所以晒太阳的时候转变成维生素 D 的能力就会变弱。那研究说呢，70岁以上的人合成效率可能只有年轻人的1/4，所以靠太阳补充维生素 D 对这个年龄的人来说越来越难。再就是老年人容易骨质疏松，维生素 D 不足的时候，老年人的骨头就像脆饼干，一碰就碎。总体来说，不用特别担心维生素 D 的超量问题。美国国家医学科学院的研究认为，维生素 D 每日补充的安全上限是4000 IU。还有一些研究表明呢，长期服用10000 IU 也不会有毒性。当然，超过4000 IU 的剂量的话，要在专业的人员指导下进行。最后我们再来说说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搭配的问题。咱们知道啊，维生素 D3可以促进钙的吸收，但如果钙没有正确沉积到骨骼当中，而是堆积在血管或者其他软组织当中，就像在河道里突然涌入过量的泥沙，可能引发疲劳啊、恶心啊、便秘啊、心律失常等情况，也可能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如果我们把维生素 D 比喻成运钙的小货车，那维生素 K 就像一个导航员一样，能把钙引导进骨骼，所以和维生素 D 是一对很好的搭子。但这个凡事啊都是一体两面的，维生素 K2 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有助于凝血，因此剂量过高的话，可能会增加血栓形成的风险。那尤其是有血栓病史的人需要谨慎。
还有就是一些服用防止血栓形成的抗凝药物，比如华法林的人群，需要和你的医生确认是否应该服用维生素 K， 以及具体的服用剂量。另外，因为肝脏负责制造凝血因子，如果已经有严重的肝功能衰竭，再额外补充维生素 K 就要格外注意了，也是请与你的医生协商。那对我们正常人来说，如果你每天摄入较高剂量的维生素 D， 比如2500 IU 或者4000 IU， 再或者本身饮食当中缺少富含维生素 K2 的食物，比如纳豆这种发酵食物，还有奶酪、动物内脏等等，那么就会建议搭配维生素 K2， 每天的剂量控制在200微克以内，是非常安全而且合理的选择。那如果你补充的维生素 D 在1000 IU 左右，那维生素 K2 属于非必需项目。如果平时多吃一点深色绿叶的蔬菜、纳豆、奶酪这些，就已经可以获取足够的维生素 K2 了。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这个频道呢，专门研究通过营养素来改善健康状况，欢迎关注点赞，了解更多营养师推荐的加拿大产品。这期呢没提到什么具体的产品，但别忘了我们官方网站 Life Plus Canada 有各种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K 产品可供选择，而且这些产品呢都可以邮寄到加拿大、美国以及中港台等国家和地区。当然，如果你刚好在加拿大的温哥华，也可以来我们位于列治文的线下门店来找我们聊聊。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